世界上最年轻的连环杀手。你之前可能听过很多臭名昭著的杀手故事，但今天要讲的是年龄最小的杀手，而且他还是一个连环杀手，这意味着他至少杀害了3个人才能获得这个称号。案件发生在印度一个名为萨哈尔的小村庄，这里的人们生活困苦，他们长时间在酷热的气候下工作，薪水却仅能勉强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。村里的孩子们给整个社区带来了欢笑和希望，为辛勤工作的村民们带来了欢乐。这个村庄的人际关系紧密，他们大多数都是亲戚，其中萨达家族分布在整个村庄，很多堂兄弟、叔伯和姑姨都是他们的邻居。在这个亲密的社区中，他们无需走远就能看到自己的家人。萨达家族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在街上玩耍。有一天，一个6岁的女孩像往常一样和堂兄弟姐妹一起出去玩，但游戏结束后她没有回家。几天过去了，仍然没有音讯。村民们注意到了，但他们不想干涉其他家庭的私事，这是村庄的相处方式，人们尊重彼此的边界，不窥探别人的隐私。不久之后，这个家庭迎来了一个新生女婴，她的到来让全家人欢喜，可随后这个女婴也失踪了。整个村庄都震惊了，怎么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很难相信这可能只是巧合，人们怀疑有人将她带走了，而萨达家族没有对任何人透露任何信息，他们对此保持着沉默，仿佛这些孩子从未存在过一样。这个家庭对孩子失踪的反应似乎有些冷漠。时间来到2007年，村庄又降临了一场悲剧，一名6个月大的女婴失踪了。然而这次受害者并不是萨达家族的成员，女婴名叫库什布，她的母亲把她带到村庄的小学，她认为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孩子放在那里，她可以安心的去上班。但她回来接孩子时，发现库什布不见了。母亲不停地在村里四处奔跑，询问她遇到的所有人是否见过自己的女儿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。小学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困惑和担忧，他们不知道孩子怎么会凭空就消失了。然而当他询问萨达家族的一位成员时，这位家族成员似乎对发生的事情有所察觉，他毫不犹豫地陪同母亲前往警局报案，并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嫌疑人。警方立即采取了行动，前往这个小村庄寻找主要嫌疑人。2位家族成员带着警察来到一个固定的地点，那里经常有一群孩子聚在一起，他们挑出了其中一个小男孩，带他离开了人群。这个看似无辜的孩子有些疑惑地跑到警察面前，警官问这个男孩是否知道关于库什布失踪的情况。男孩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是的。村民们屏住呼吸，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。然而这个男孩告诉警察的故事让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他的坦白超出了大家的想象。起初警察并不相信男孩的话，认为他只是在开一种残忍的玩笑。但是当他们走到男孩指引的地点时，他们震惊地发现一个浅浅的土坑里埋着这个无辜的女婴。大家的胃开始翻滚，面前的景象太过残忍。男孩开始讲述，他将女婴带离学校，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在那里他打算满足自己扭曲的欲望。他开始勒住女婴的脖子，随着婴儿的哭声不断，他感觉自己力气还不够。为了证明自己强大，他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，开始猛击这个无助的婴儿，一直到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动静。他笑着告诉警察，我用砖头一遍又一遍地打他，我杀了他。这个看似无辜的男孩正在描述对无辜婴儿的杀害，而更加可怕的是，讲述这一切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小男孩。警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，他们立即把这个小男孩带回了警察局。这是他们见过最年轻的罪犯，然而他看起来并不像罪犯。他保持着沉默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里摇摇晃晃地踢着脚。每当警察看着他时，他总是在微笑。男孩名叫阿马吉特·萨达，他于1998年出生在印度的比哈尔邦。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人，工资非常低。在他7岁时，家里又迎来了一名女婴。这时的家里总共有4个孩子。由于要养活那么多人，再加上不断的怀孕，家庭的收入很难维持他们的开销。为了寻找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，他们搬到了案件发生地穆萨哈尔村庄。作为一个孩子，阿马吉特安静内向，看上去和普通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。
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家族成员怀疑他与失踪案有关呢？原来萨达家族的2个女孩并非偶然失踪，现在很明显，她们都惨死在了阿玛吉特的手中。在2006年，他6岁的堂妹失踪时，阿玛吉特只有7岁。他用同样残忍的方式杀害了自己的堂妹，就像他杀害女婴一样。阿玛吉特将堂妹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。看到堂妹恐惧的样子，他感到非常享受。堂妹不断地挣扎踢打，但是阿玛吉特并没有停止。当堂妹快要死去时，他松开了绳子。堂妹试图恢复呼吸，但阿玛吉特没有停手。他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，开始猛砸这个无助的女孩，直到她失去生命。警方难以置信地听着男孩讲述这些故事，他的母亲、他的家人，甚至他堂妹的父亲都在场。原来他的家人早就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可悲的是，家人认为这是家族内部的问题，他们应该保守秘密，因此没有让任何第三方介入。他们认为男孩还太小，无法理解死亡的概念，他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。家人曾想尽办法帮助男孩改过自新，然而不幸的是，他的罪行并未止步。几个月后，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刚出生的亲妹妹。看到自己熟睡的妹妹，阿玛吉特将她带出家门，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并对她重复了同样残忍的行为。7岁的阿玛吉特在6个月内就造成了2名无辜女孩的死亡。当家人发现女婴失踪时，他们找到了阿玛吉特，他毫不犹豫就承认了自己杀害亲妹妹的事实。但是家人依然选择维护他，继续对外保守秘密。在某些家庭中，男孩被视为有价值的资产，而女孩被视为负担。如果他杀害的是男性家庭成员，他们可能会向警方报告，但对于女性家庭成员的死亡，他们可能会选择保密。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实，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连环杀手。但库什布的情况不同，他的母亲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，所以他不会保持沉默，他要为他的宝宝讨回公道。根据印度法律，阿玛吉特当时年纪太小，无法为他的罪行负责，因此他被送进了少年教养院，在那里与外界隔离，接受治疗和心理辅导。治疗专家发现他很享受伤害别人的过程，并患有一种叫做行为障碍的疾病。这种疾病会导致他变得反社会，可能会导致谋杀、袭击或性犯罪等暴力行为。在他18岁时，阿玛吉特被允许用一个全新的身份从教养院离开。没有人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，今年的他已经25岁了。只希望在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治疗后，他已经完全的改过自新。